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第二部分阅读技巧的讲解。在这一部分呢，我们主要是针对 Section A 的选词填空部分来进行阅读技巧的讲解。选取的阅读题的主题呢是社会生活类的题目，因为在这一部分呢，涉及到的文章通常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其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类的呢也是最多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选取了一篇典型的文章。那在做 Section A 部分呢，有2种解题思路供大家参考。第一种呢，我称之为常规法，也就是词性分类法。第二种呢，我叫做进阶法，也就是词义排除法。那么对于考试技巧掌握不熟练的，或者对于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太自信的同学呢，可以先尝试掌握第一种方法。那么如果时间比较充裕，或者英语水平比较高的同学呢，可以尝试掌握第二种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方法，常规法。也就是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这15个提供的选项进行词性分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选项，这些选项都是杂乱无章的排列的。然后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分类之前看一下有没有不太熟悉的单词。这里我们不太认识的单词，也许可能是 radically 这一个激烈的非常明显的 radically， 然后呢还有一个 spoiling 宠溺的，家长宠溺孩子的，还有这个 mysteriously 非常神秘的，也是副词形式。那这个 observe 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可能会比较多，我们可以先理解成观察作为动词，之后呢再视情况进行调整。这个 underestimate 低估了，低估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动词。好，下面呢我们按照之前在第一讲里提到的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4类来进行分列。值得注意的呢是代词、数词、冠词、介词和连词，这些呢都不是我们在选词填空部分中考察的重点，所以呢这一些呢我们都不需要考虑分类。我们要考虑分类呢，主要是这4类，也就是名词、形容词、副词和动词。当然了，这些词语如果有其他的变形，我们也应该考虑进去。好，我们来看一下选项。首先呢，我们列出了名词，名词分别是 package、formula、reality。package 是什么意思？包裹或者一系列打包成一起的，不一定是包裹，也有可能是 price package， 给你一个优惠的协议价，所以这是 package。formula 有可能是方程的意思，也有可能是其他意思，那我们暂时理解为最常用的一种。reality 现实。那动词部分呢 assume 假设， spoiling 宠溺的，那这里知道有个 ing 形式，所以呢它有可能是变成了现在进行时，也有可能呢是动名词形式。observe 观察， underestimate 低估了。illustrating 这里也有一个 ing 形式，我们可以理解为阐释、阐述 illustrating。 disagree 不同意的。形容词部分 optimistic 乐观的， confidential 保密的， forthcoming 即将到来的。那我们这里注到 forthcoming 它也是 ing， 但我们知道它这里代表的呢是形容词，并不是动词的动名词形式。副词 radically 激烈的、明显的， mysteriously 神秘的， separately 分别的。那我们这里注意到所有的 ly 结尾的词，它们呢都是副词，这一点非常好区分。当然了，也有一些词它可能并不是以 ly 结尾的，但是呢它是来作为副词使用的。比如说 fast 很快的，这里呢 fast 也可以做形容词，也可以做副词。
遇到这一类的词呢，我们就要多一个心眼了。虽然说做过了分类，但是很有可能在之后运用到的时候呢，还要戒掉其他类别下可能作为动词、可能作为名词，或者可能作为形容词、可能作为副词的词。所以这里呢，只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好了，有了分类，我们就来看题目吧。我们按照题目文章出现的顺序来看一下题目。首先呢，第一句说的是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entering their 60s and are more concerned than ever about their retirement. 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呢，正在步入60岁或者70岁的高龄。那么呢，他们比以往更加担心他们的退休相关的事情。They know they need to save, but how much? 他们知道呢，他们应该省钱，应该存钱。但是呢，到底要存多少呢？ And what exactly are they saving for? 那么他们存这些钱到底具体是为了什么呢？这里呢有一个问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上很明显的是一个逗号连接的伴随形式。那这里伴随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种呢都是并列的。来看一下第一个 To spend more time。Spend time， 我们这里心里有个概念吧 ，spend some time doing something。所以呢，这里应该填了一个是 ing 形式。The grandkids， 那么花时间怎么样？我们的孙子、孙女呢？这里 grandkids 是孙子孙女的意思。我们看一下这边呢，应该是花时间做某事，这里呢应该是个动词。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动词，而且是动名词形式的，很简单，很容易排除，只有 spoiling 和 illustrating 两个是动名词形式的。那 spoiling 呢是宠溺、宠爱，我们看见放在里面刚好合适，是宠溺他们的孙子孙女。而这里呢 illustrating 是阐述、阐释，好像不太合适这里的语境，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应该选 spoiling 宠溺、宠爱。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并列结构 ，go traveling 或者呢去旅行 ，or start another career， 那么开始另一段事业，是不是重新发展一个老年的事业呢 ？It turns out that，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个问句，问句呢下面就紧接着回答说 ，It turns out that husbands and wives may have， 那也就是说呢，好像结果说明呢。妻子和丈夫呢，可能有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subject， 不同的想法，关于这件事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那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个 different 是形容词了，在形容词之前应该是什么结构呢？如果熟悉句法的同学应该会想到，在形容词之前应该是修饰形容词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考虑有没有什么副词可以填进去。那么如果不太熟悉的同学呢，这个时候应该拿笔记记下来，在形容词之前应该考虑到一个句子，如果主谓宾都完整了，形容词也有了，我们就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添加副词了。这里的副词呢有 radically 很明显的、激烈的 mysteriously 神秘的 or separately 分别的，肯定不是 mysteriously 有可能对，有可能是神秘的吗？神秘的不同，好像神秘并不修饰不同，所以我们这里只能选择 radically 很明显的不同，所以 radical 修饰 different， 所以这一题的选项呢应该是 radically。 好，我们接着向下看文章呢，第二段说到 The deepest divide in the way the spouses envisage their lifestyle in their later years。 那么 divide 区别区分，那他们的分歧在于哪里呢？最深的分歧在于他们的 later years， 他们之后的生活，也就是这里指的就是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Fidelity Investment Inc. 这里呢 Inc. 表示一家公司，说呢 found 41% of the 500 couples it surveyed。 那么呢，关于他们调查的这500对夫妻中呢，有 41% 怎么呢？On whether both or at least one spouse will work in retirement。 那他们关于这个是两人或者是至少有一个人会在退休之后仍然工作呢？这里应该填一个动词，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主语已经有了，是被调查的这些人，而且呢宾语已经有了，是关于这件事，那这里呢就缺一个谓语动词了。我们来找到动词部分看一下。 Assume 假设不符合要求， Spoiling 已经填过了，应该排除掉。 Observe 观察， Observe on 并不合适的搭配， Underestimate on 也是不合适的搭配，并且语义呢也不符合。 Illustrating 阐释和 on 呢也不搭配，并且呢阐释也不符合。 Disagree on 有这个搭配，我们再看一下意思。 Disagree on whether both or at least one spouse， 那这里呢关于这件事他们互不同意，不同意呢应该是我们要的选项。所以呢我们把动词调出来之后呢，再参照这个介词搭配，就可以找到我们要的题目了。最后找到之后呢，我们再带进去看一下，语义也是符合的，那这道题呢就找到选项了。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说的呢是 Wives are generally right regarding their husband's retirement age。 那关于这个丈夫的退休年龄呢，妻子通常是正确的。那妻子通常一般在家里都很细心哈，他们都知道丈夫什么时候退休。But men, the age their wives will be when they stop working。 那我们这里呢，这个 when 可以把它括号省略掉，因为呢它是一个从句部分、修饰部分。那就是说呢，男人关于这个他们妻子怎么样的一个年龄呢？这里呢应该缺一个谓语动词，因为呢男人已经是主语了，这里年龄呢已经是宾语了，其他修饰部分呢我们完全不用理会，只要把句子的语骨，也就是主谓宾抓住了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动词。动词呢之前已经用掉的是 spoiling 和这个 disagree。 那我们再看一下关于是 age， 那 assume 呢好像是不符合要求的，假设。这里呢 observe 观察也不对，说的呢前面看到前半句说的是妻子对于丈夫的年龄的估计呢一般是对的，那后半句呢我们预测丈夫对于妻子年龄估计呢一般是不对的。那跟不对的相近的是什么？ underestimate 低估了，他们通常低估了妻子的退休年龄。接下来呢我们往下看，说的是 and husbands are slightly more。 这里 slightly 是副词，副词后面我们说到应该是跟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前面是副词，副词后面是形容词。 Husbands are slightly more about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than wives are。 那关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标准呢，丈夫比妻子要更加的，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形容词，并且显示的呢是丈夫对于他们这个生活水平的预计。 Optimistic 很好的选项，很乐观。 Confidential 保密，那这里不涉及到保密的关系。 Forthcoming 即将到来的，也不符合题意，所以应该选择 optimistic 乐观的。那接下来看 Busy juggling careers and families, most couples don't take the time to sit down。 这里呢是个逗号，我们通常理解呢说两个逗号之间一般是并列关系，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是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那这里呢有一个 or together， 所以这里是一个插入成分，那么就是 or together 之前呢应该是一个跟 together 并列的结构，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跟 together 并列的副词表示插入部分的有什么呢？ Radically 明显的，之前选过了，排除掉。 Mysteriously 神秘的，好像也不符合要求。 Separately or together 不管是分开了的合计还是在一起合计，那么呢他们呢好像很多夫妻呢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应该选择是 separately。 不管是 separately 还是 together， 不管是分开的还是在一起呢，他们都没有做过这项合计。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5, 10 or 20 years from now。 那么呢会想一下，那他们5年、10年或者20年之后要做什么。 They are on the same page。 那这里呢有主语也有宾语，所以这里还是缺一个动词。那么这里呢我们把动词拿出来看一下。 Assume 假设
好像是符合的。那他们假设呢，他们还在 on the same page， 他们在同一页上，也就是呢，他们还是同步的。那 spoiling 选过了，不对。observe 观察不符合。underestimate 选过了。illustrating 选过了。disagree 选过了。所以呢，这里应该选择 assume， 他们假设他们还是在同步的。But is they have avoided even talking about them。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名词，因为后面接的是 is。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名词部分有哪些。package 好像不对吧？包裹或者打包。formula 方程、方程式也不对，所以 reality 是对的。那么现实情况呢是他们没有，他们觉得呢他们是同步的，实际情况呢是他们没有，所以这里应该选择的呢是 reality， 实际情况。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段怎么说的。If you are self-employed or in a job that doesn't have a standard retirement age， 那你如果是一个非传统的工作，你有可能自己当老板，或者没有一个规定的退休年限呢， You may be more apt to delay thinking about those issues。 那你有可能更倾向于 be more apt to 更倾向于延迟思考这些问题。It's often a retirement date。 那这里呢是修饰 retirement， 那有可能是形容词，也有可能是名词，做并列短语。那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部分有没有合适的。It is often a optimistic 选过了。confidential retirement date 意思上不太符合吧？我们的退休年龄、退休日期通常不是保密的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forthcoming， 即将到来的日期，好像是对的。也就是说呢，只有我们的退休之日快要到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想起来想这个退休生活这件事情。继续呢，向下我们看到的是 getting laid off or accepting an early retirement can force your hand。 那这里呢，我们应该是选一个名词，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an early retirement can force， 那主谓呢都有了，这里呢应该是选择一个在 retirement 后跟着的来补充修饰 retirement 的词。那这里呢 formula 方程不合适， reality 选过了。 package retirement packag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退休的这么一个合理的计划。就比如说我们说会 price package， 那就是一个打包价，有可能是给公司的价格会比普通的零售价呢更低，或者呢包含更多的服务。那这里的 retirement package 呢，就是一个包含了退休的各项计划、退休金、退休时间等的一个 retirement package。 所以呢，这一题应该选择 package。 那对于不理解这个引申义的同学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困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排除法确定这里是一个名词。然后呢 reality 选过了， formula 明显不符合退休的要求，所以呢 package 应该是选项，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做出来。好的，以上呢我们就用第一种最常规的叫做词性分类的方法给大家做了讲解。当然了，可能有的同学会说这种方法已经非常合适了，或者还有一些不太熟练。那我推荐呢，不管是不是想采用第二种方法，一定要把第一种方法使用到最熟练，然后呢才可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用更快捷的进阶法，也就是词义排除法。那在词义排除法中呢，除了要求大家对15个选项的单词都非常熟练以外呢，这15个选项的单词你一定要认识。此外呢，你还要做到的是，对于每个单词呢，你要了解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呢，有的单词可能并不止一种含义，比如 radically 它可能表示激烈的，也可能表示非常剧烈不同的。这里呢，我们都要能够理解。package 呢，不一定指普通意义上的包裹，也有可能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打包价、打包的可能。所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意思呢都做了合理的预估之后呢，才可以用这个意义排除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做意义排除法是什么样。在这里呢，文章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意义排除法呢，对文章重新进行分析。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呢，这一遍更应该侧重它的逻辑结构。什么样的逻辑结构呢？我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是问句，然后呢下面进行了回答。And what exactly are they saving for？ 那他们要花钱干什么呢？他们要储蓄干什么呢？ To spend more time， 可以花更多的时间。The grandkids， 那我们这里呢应该想到跟这个 grandkids 相连的老人对于他们的孙子孙女应该是怎么样呢？肯定通常我们会想到的是关爱关照，那有可能再极端一点呢就是宠溺宠爱，或者呢也有可能是照顾，所以我们大致推测一下应该是这一类的词义。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到文章中去寻找，这里给出的选项里呢涉及到关爱照顾的词，我们就找一下 observe 观察，有可能。继续呢我们看一下这里呢 spoiling 宠溺也有可能，所以这两个选项呢我们应该是留作备选项放在填空题里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了这个 spend time 它是一个 spend some time doing something 的结构，所以这里的谓语动词呢应该用 ing 形式，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排除掉了 observe 观察，那么我们就应该选 spoiling。 当然了 observe 这个词呢用在这里也有一点点拗口，因为呢 observe 通常指的是观察考察的意思，那爷爷奶奶对于孙子孙女呢通常是照顾关心的更多一些。接下来呢我们往下看，说的是呢 It turns out that husbands and wives may have different ideas。 那我们这里呢发现他的回答呢是丈夫和妻子会有不同的想法，这里呢是修饰不同的，那如果是轻微的不同还是明显的不同，所以肯定是一个程度上的修饰这个 different 词，所以呢我们应该找一个程度上对形容词进行修饰的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代表轻微或者明显的意思的。我们看到 radically 明显的， reality separately different， 好像 different 表示的就已经是不同了， separately 分开的没有什么关系。 underestimate 也不对，是低估了，所以呢这里就很明显的选到了只有一个词表示的 radically 明显的不同。当然了这里如果有 slightly 轻微的不同，我们也应该把它列为待选项，也就是呢把它抄在空里之后最后呢进行排除。那这里呢我们已经选出来了是 radically different， 非常明显的不同。好，把这两个选项排除，我们进行下一步。看到这一段呢我们说的是他这个公司呀 found 41% of the 500 couples surveyed， 那么他发现这些他们调查的夫妇中呢 on whether both or at least one spouse will work in retirement。 我们这里应该注意一个结构，首先是动词加 on， 那这样的介词搭配的结构呢在我们的选词填空考察中呢不是特别多，我们可以积累一下，看看除了 agree disagree 还有什么词会是用 on 的结构，把它积累下来记在小本子上。接下来的是 whether or， 那么是否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一个选择关系，所以呢我们这里的一个动词呢应该也是表示选择关系的，比如讨论一下，或者是否同意，或者其他的一些表选择关系的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词语 assume 是假设，那通常假设呢会假设一种情况，不会假设两种情况。那这里呢还有什么词 observe 是有可能的，观察的，观察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继续向下走，发现的是 spoiling 也不对， reality 现实的名词也不对。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 disagree 我们忽视掉了，是不同意，那么他们关于这些观点呢可能不同意，所以呢我们把 disagree 和 observe 再带回原文看一眼。那如果是选择的是 observe 的话，并不会用 observe on， 所以呢我们应该用一个选择跟 on 搭配的，所以是 disagree on 不同。那如果是 observe whether or 呢，没有 on 呢也有可能是作为选项的，那这里呢因为有一个介词，所以我们很明显的把它排除掉了，所以这里选的是 disagree on， 他们呢观点不同。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看到一个 but 在句子中呢做的是逻辑转折结构，
那我们就一定要看一下 but 之前的句子，说的是 Wives are generally right regarding their husband's retirement age。那既然妻子通常是正确的，这里 but 之后呢，男人呢通常就是错误的了，表示的呢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那应该我们想到的是 wrong 或者是其他一些相对应的同类词。我们来看一下句子，发现呢其中跟 wrong 或者跟错误估计有关的是 optimistic， 不是 package， 不是 underestimate， 低估了，他们低估了，他们错误的估计了。如果 estimate 是估计了， underestimate 就是错误的估计了，所以呢这一题应该选择错误的估计了。其他词的词义呢都非常的不符合要求，离得比较远。这里接下来读的是 And husbands are slightly more about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than wives are。 那丈夫呢通常对于他们的生活水平要更加的比妻子来更加怎么样。这里呢我们应该想到的是一个对于生活状态的期待，有可能呢是觉得他们的生活会更好或者更糟糕，那应该是这两个极端的词。那我们再回到文章中看一下这些选项有没有表示更好或者更糟糕的呢？我们看一下，这里说到的是 mysteriously， 不对，它不是表示更神秘的。 optimistic 更乐观更好的，这里有没有表示更糟糕的呢？没有，所以这一题呢我们应该选择的就是 optimistic 更乐观的，没有更好的，更乐观的，没有更糟糕的。如果这里呢是丈夫通常要比较悲观的，就应该用 pessimistic。 那这里呢是丈夫通常比较乐观。那同样的，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也可以运用我之前说的逻辑结构比对和介词作为参考的方式。那么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对句子有一个合理的预期，预期出句子这个部分呢大致应该填的是什么类型的词语。你可能不能固定它是更好还是更糟糕，但是呢你可以规定出来它大致是往哪个方向的词汇，然后呢我们再通过前后的介词并列或者转折的逻辑关系来进行判断，就可以大致呢锁定我们要的词语类型。这个时候呢再回到15个词里挑出1到2个符合要求的词语类型记下来，最后呢再用排除法的方法做出来，这样呢其实是相对第一种方法更加快捷的。但是呢这种方法对于大家的记忆力要求和单词量要求呢都会相对高，也需要大家平时大量的阅读才能达到这样一种所谓的语感。所以这种方法呢仅仅是推荐给英语水平较好，觉得完全胜任这样的文章无压力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极大程度的节省大家的阅读时间。那这里最后的2部分呢，我就不用词义推断的方法了，相信大家呢自己可以通过手上的真题来进行词义推断的练习。刨去我们之前已经帮助大家划掉的选项，接下来的选项呢应该相对容易解答。